末日柏林硝烟起，苏美探秘露端倪，潜艇遁迹暗渡海，南美疑云几世谜。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1945年4月30日，一个消息震惊了世界：阿道夫·希特勒在地堡中自杀身亡。然而，这真的是故事的结局吗？希特勒的遗体被烧得面目全非，甚至无法辨认，而苏联官方的报告更是疑点重重，前后矛盾。有人说，希特勒其实并没有死，他伪造了死亡现场，秘密逃亡到了南美洲。有人说，他藏身于南极的秘密基地，妄图东山再起。2017年，美国政府解密了一批机密文件，令人震惊的是，其中竟然包含了关于希特勒可能逃亡的报告，甚至还有一张他与前纳粹党卫军成员的合影。这份文件的曝光再次点燃了人们对希特勒之死的猜测。希特勒究竟是如何死的？他的遗体究竟在哪里？ CIA 的秘密报告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1945年4月30日，随着苏军攻入柏林，纳粹帝国的末日也随之降临。希特勒在元首地堡中，与他的新婚妻子艾娃·布劳恩一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艾娃服下了氰化物，希特勒则用手枪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层层迷雾之中。就在盟军还未完全攻占柏林的时候，苏联高层就散播出了希特勒并未自杀，而是逃之夭夭的流言。在1945年6月，苏军元帅朱可夫甚至公开表示，希特勒可能逃走了，这无疑在西方掀起轩然大波。随后，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对美国特使霍普金斯说，他认为希特勒还活着，可能逃到了西班牙或阿根廷。这种来自最高层的质疑，无疑给希特勒自杀的官方定论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更令人困惑的是，当时不仅西方，连苏联自己的调查都显得漏洞百出。最初的报告称，在元首府花园里发现的遗骸被烧毁得难以辨认，只能通过一尺来确定身份。但历史学家莱恩指出，如果遗体被烧成炭，精致的假牙不可能完好无损。而且苏联方面对希特勒死亡的说法也前后矛盾，一会儿说希特勒是服毒自杀，一会儿又说希特勒是开枪自杀，让人们更加迷惑。甚至有些苏联士兵表示，他们看到的是2具被烧焦的尸体，然而又有人表示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尸体。这种矛盾之处让大家不禁要问，希特勒的遗体真的被找到了吗？他真的是自杀了吗？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疑点，那就是苏联对希特勒死亡信息的封锁。苏联不仅拒绝与英国调查队合作，甚至将目击者秘密关押，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苏联是否隐瞒了什么？又或者，他们是否是故意散播谣言，以此来分裂盟军？如果说苏联的含糊其辞开启了阴谋论的大门，那么西方的情报机构的介入，则让这场关于希特勒之死的谜团更加扑朔迷离。英国在1945年9月派遣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进行调查。特雷弗·罗珀虽然最终认为希特勒是自杀身亡，并撰写了《希特勒的最后日子》一书，但由于调查受到限制，且苏联不愿合作，导致他的报告仍存在争议。有趣的是，特雷弗·罗珀自己也说过，人们渴望编造传说和童话的愿望比对真相的热爱更加强烈。他的这句话似乎也暗示着，人们更愿意相信希特勒逃亡而非自杀的现实。而美国方面则由陆军情报部大佐威廉·海因里希领导了一支搜索队，对希特勒的死亡进行调查。海因里希的报告却与特雷弗·罗珀的结论大相径庭。他的报告指出，地堡中没有发现任何弹孔，沙发上的血迹与希特勒的血型不符，就连被烧焦的遗体也可能不是希特勒本人。海因里希甚至在1946年公开表示，我个人认为希特勒仍然活着，
因为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已经死亡。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也在战后收到了大量的关于希特勒仍然活着的报告，包括他的目击证词和照片。这些报告描绘了种种令人惊异的场景，例如希特勒接受了整形手术，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即便这些情报被定义为虚假，情报机构也不得不启动调查，而调查的本身无疑也成为了滋养阴谋论的养料，让人们更加确信希特勒的死亡远非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简单。在所有相关报告中，南美洲成为了这些传闻的中心。目击者声称，他们曾在阿根廷、智利等地的偏远小镇上看到过一个与希特勒极为相似的人。更让人迷惑的是，许多纳粹高官如阿道夫·艾希曼和约瑟夫·门格尔都确实成功逃往南美，并在那里度过余生。这些案例无疑给那些声称希特勒也成功逃亡的说法增添了几分可信度。一些人相信，希特勒通过事先安排好的秘密通道，借助潜艇成功逃离了欧洲，并在南美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企图东山再起，重振纳粹雄风。一些书籍和杂志，如美国的警察公报，甚至煞有介事地描述了希特勒在南美洲的隐居生活，例如说他有新的情妇、新的子女，甚至还有新的统治世界的计划。195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收到报告，称希特勒可能已经逃往阿根廷。然而 CIA 高层最终认为继续调查此事耗费巨大，且难以取得任何进展，因此选择放弃。但 CIA 的放弃并没有让流言止息，相反，人们对希特勒逃亡的猜测更加热衷。一位阿根廷记者阿贝尔·巴斯蒂大胆提出，希特勒在1945年通过溜行潜艇成功逃往阿根廷，并在那里隐居至1962年去世。他的说法在当时引起了一阵轰动。随后，英国作家西蒙·邓斯坦和杰拉德·威廉姆斯在其合著的《灰狼：阿道夫·希特勒的逃亡》中，详细描绘了希特勒的逃亡路线，以及他与艾娃·布劳恩在南美洲的隐居生活。书中，他们声称希特勒和艾娃在阿根廷安度晚年，甚至有了女儿。但这些描述却被主流历史学家盖沃尔特斯斥为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因为这些所谓的证据大多是二手的证词，未经证实的传言，难以令人信服。在新线索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2017年美国政府解密的肯尼迪遇刺案相关文件，特别是那些来自中央情报局的机密备忘录。其中一份备忘录记录了一名代号为 Simolodi3 的 CIA 特工的报告。报告中，这位特工从一位值得信任的线人那里得知，一位名叫菲利普·希特罗恩的前纳粹党卫军成员声称，希特勒依然活着，并藏身于哥伦比亚。而且希特罗恩还提供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和希特勒极为相似的男人正与希特罗恩并排而坐。照片背面赫然写着阿道夫·舒特尔迈尔，通哈，哥伦比亚，1954年。这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引发轩然大波。虽然 CIA 最终以无确凿证据为由放弃调查，但这个事件本身就足够诡异。一位情报人员透露， CIA 总部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值得注意。为何 CIA 会认真对待一个看似荒谬的谎言？难道所有关于希特勒逃亡的传言都是空穴来风？比如那个曾被认为是希特勒的头骨，最终被证实属于一名女性；那个据说被烧毁的希特勒遗体，也始终没有得到西方的证实。那些被认为是死无对证的证词，或许掩盖了更大的阴谋。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希特勒的真实结局，无法得知他是否真的在柏林地堡中饮弹自尽，或者他是否真的逃往南美，在某个角落度过了残生。